好，观众朋友，我们再来看看呢，现在整个国际的大局势哦，就像老师讲的，川普发动了关税战，他对于中国大陆呢，当然是不假辞色哦，两边。中美你一拳我一拳呢，互相报复。先是2月4号，美国对中国进口产品加征了10%的关税措施。到了2月10号，中国宣布对美，包括对原油、农业机械、大排量的汽车呀、皮卡车呀，都加征10%的关税。对于煤炭、液化天然气加征15%的关税，这是精准打击。因为中国大陆呢，它其实算得很精啊。他说这些人啊。都是川普的金主，所以我就重击你的金主，跟他们大大的来加关税。虽然总共寄出了80项的这个增加关税的措施，可是已经占了12%的美国产品加征关税。另外呢，他们还留了一些子弹，留了一手哦。中国大陆对川普选民打击比较大的，像是农产品啊这些我先留中不发。我先放在我的手上，没有列入清单之中，所以你看这个大国之间的博弈是有对策的。而另外，川普又加了一剂关税重拳，从今天10号开始，对所有的钢铝加征25%的关税，包括加拿大、墨西哥跟中国大陆。你看到呢？这个措施一宣布啊，好多国家都有反应，像是加拿大、南韩、澳洲就积极的对川普喊话。南韩说。这个是来自于他们的代理总统崔相木说，我们要因应看看川普政府的最新的钢铝关税政策，我们要怎么来接招，怎么来对付？那澳洲呢，就向华府来喊话说，我们这些销往美国的原料啊，都是为你创造高薪工作的机会，你现在加征对于你们的企业会造成负担到时候你要为后果负责。而另外我们看到呢，川普有好多的措施，为全球化还有全球秩序都加添了变数，包括《金融时报》就说，川普恐怕埋下反美联盟的种子，因为你对我这样，我为什么还要对你好呢？你对盟友、你对朋友下毒手，所以非常有可能遭受美国威胁的国家另外结盟，让西方团结的这个现象崩毁，为中俄送上大礼所以有一些专家有这样的担忧，而另外。反美的热潮现在烧起来了吗？包括加拿大过去呢一向是美国最坚实的盟友，他的总理杜鲁道因为忘记关麦说了一段话，我们来听听看。Mr. Trump has it in mind that one of the easiest ways of doing that is absorbing our country, and it is a real thing. In my conversation with him. 好，观众朋友，川普想把加拿大变成他的一部分，变成第51州，是认真的所以你看到呢，川普说是啊，没错啊，你们还怀疑吗？你们以为是开玩笑的吗？另外我们看到加拿大的海军舰长突然遭到解职，专家分析可能原因说是这个有外界认为这个舰曾经在南海地区跟菲律宾的海上公务船发生冲突，引发外交纠纷，失去上面的层峰的信任，所以被 fire 掉了。而美国现在呢，因为川普的这个大砍预算包括 Elon Musk 的这个一些成果好了。变成内乱了。我必须要讲有好多地方都在抗议，包括你看到 USAID 这个机构被砍了，它的资金被冻结了，所以川普跟马斯克被疯狂的投诉，美国国会的电话已经被打爆了，接近瘫痪。而另外呢，圣地亚哥人也出来抗议马斯克和川普说，我们现在前进的方向令人恐惧。所以你看到好多职业的人，各种来自各地的人都说，我们应该要弹劾川普。而另外呢，川普对移民尤其是非法移民下重手，所以像是洛杉矶的抗议川普的移民镇压活动，已经连续7天正在进行当中。通过我们的画面，你可以看到呢，来自各个国家的移民都在抗议这项措施，说是这些非法移民其实也对美国社会进行了一些贡献。如果你再用这种强制的方式把他们遣返的话，我们要罢工，我们要上街，我们要瘫痪政府，这是现在美国的状况。来请教亮哥怎么看？
川普现在是对外对内同时来啦，上任才10天嘛，那我觉得对内的逻辑比较清楚，大概就是反非法移民、反浪费、反腐败，然后反那个 DEI 这种性别多元化。我觉得他的这个路线比较清楚啊。那坦白讲，就是他竞选的时候就讲过了啦啊。可是这个真的执行起来伤筋动骨了，反弹极大啊。比如说马斯克，莫名其妙就去搞到 USAID 啊，那个美国国际开发署啊，这个就是民主党的私房钱，等于是他们的政治机器所在啦。所以你是打到了马蜂窝啦啊，现在一堆人都冒出来了，那收集了很多证据，说他违法，或者是泄露个资啦，等等等啊。那我认为后面还有更大的，你还要去搞 FBI， 你还要搞军方，还要去搞 CIA，他可能不知道苏联瓦解的时候 KGB 后来都变成什么，变成什么？最好读点历史啊。KGB 变成俄罗斯黑手党。所以川普担心他被暗杀，就是这样子的。不是啊，川普有密情局保护嘛？那50-60个人 ，Elon Musk 没有 ，Elon Musk 没有啊。所以我觉得我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啦。我虽然很佩服他的勇气啦，反浪费、反贪腐，这都正确啊，可是你可能会变成第一个受害者，因为你不是总统，对，而且你的法律地位不明确，是你一定会被告。事实上，联邦法院也在聚集，要有人要告他那包括民主党的参众议员呐我觉得他们反击的第一个对象一定是马斯克，因为马斯克没有宪法保障，你是很容易被干掉的现在很多人都已经在讲说，请问你的决策地位是什么？你并没有经过国会同意，是，你怎么可以这样干呢？那所以我认为他内政的部分在这里可能会面对极大挑战那至于对外的部分，我觉得他的逻辑真的是错乱了因为我们都知道嘛，加拿大跟墨西哥最大出口到美国的项目，原油之外就是汽车嘛，是，这两个都是美国的必需品嘛，所以你必然带来美国的通货膨胀，这几乎是一定的那你今天又突然宣布铝跟钢加25%，我真的觉得他毫无逻辑耶，好像不知道是哪个人跟他讲了什么，他今天就电风扇一吹，或者是是不是有这种金主啊？突然之间，或者是你见了石破茂，想到了美钢，是不是？然后就说来加增一下，就这样。我觉得真的是不知道他要干嘛啦。我觉得这个就是麻烦的地方，而且大家预期下一个就是欧盟，再下来就是日本、韩国、台湾，因为你都排在前10嘛。对，我们第6啊。其实越南还比我们高，越南也很严重，对，那就是就不知道你要干嘛，因为你如果是认为说它顺差太多，你要求要加买一些东西，那目前拿出来的都是天然气，是，对不对？对，日本就答应了，不，台湾也会答应，台湾也会答应手腕。事实上，你如果跟日本、台湾说，你多买点天然气，我们也不会拒绝啊。是啊，不是吗？蔡英文任内也没有贸易战啊，蔡英文就买了德州的天然气啊，10年的合约。所以我觉得他的真正的问题是他的策略不明啊。我觉得对内是比较清楚，可是反弹极大。那他可爱的马斯克可能会变成受害者那我是希望马斯克能够多活一点我希望今年最好穿防弹衣啦。听到亮哥这么一讲，马斯克就立刻加派他的维安人员。马斯克真的，我觉得他是个人才啦，而且蛮有勇气的，挑战这种，坦白讲，已经这个美国是70几年的大病事实上，各种腐败力量，我认为是克林顿那个时候开始的，那时候种下的USAID 最明显嘛，因为克林顿搞了一个 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2000年搞的
20几年的累积嘛，那这要做一定的清除，我可以理解啦。对，要这个反弹极大。对，要改革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何况你在这么短的时间大手一挥就把整个署的预算给冻结，把人员全部解散了，那反弹当然大。来，请教老师。我觉得USAID 就是美国，我们这样讲好了，过去谈到他们希望能够建立所谓的柔性霸权或者软实力，很重要的一部分嘛，就是去输出或者是影响其他国家来认同美国的价值啊，这个是美国经常在做。可是对川普来讲，他觉得软实力根本是个屁，他只在乎硬实力啊。我觉得他就是这样，他觉得你们这些去搞什么，他觉得我只要拳头大，大家都听我的，不需要靠什么这种柔式的这种去来做领导嘛或做这个全世界的领导，所以他今天去砍这些，然后再加上这里头又有这个 DEI 的问题然后这个 DEI 不是国内这个聘用人员的这个问题，而是在推广 DEI 在国外那我觉得这个是他们去出手，但是会不会影响？就是所有的改革就是要大破大立，是蛮难的。说老实话，而且美国不是一个威权国家，然后这个不是一个社会主义的革命譬如说，你像尼加拉瓜一个这个桑蒂尼斯塔一个桑丁游击队推翻一个政府，那个是大的变化可以做得到，像现在叙利亚刚推翻了阿萨德，这种有。你这种在民主国家之内的改革我觉得这样子大破大立是比较难的，因为每一个现有的官僚体制，它都有它的叫做保护它存在的价值我用一个最简单的例子，社会工作者这个我不是跟台湾没有关系，就是我以前碰到在美国的社工。他们会希望找更多的人符合社工能够服务的项目，这样来合理化我的工作很重要存在性。那有些可能真的没有这么严重，但他们也觉得说你应该是我的一个服务对象我要接你的案，所以这个是可能要去做慢慢的检讨。但是你彻底今天冻结的一些，或者说砍掉这么多的人。那确实，在美国，我觉得会造成很多的这个行政单位会不会造成因为没办法这个持续耽误了你的这个整个的政府的效能然后甚至我们就讲个最简单，包括这个航管的问题，我觉得这些都是他应该要去注意的。是没有错。来，请教彬哥，你怎么看包括对内对外川普的这一系列的作为？我觉得。他现在还是一样嘛，就是遵照他竞选的时候的这个方向去走，然后就一步步增加关税。那当然，现在全世界各国也在看嘛，他下一步要走到哪？那中国大陆就率先展开反击了嘛。那针对他的金主的这些大宗的项目来去反制一下，看川普会不会有什么反应？我觉得现在都还在试探阶段还没有到全面性开打的阶段，只是。有的时候，我觉得川普在做这些决策的时候，他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对啊，因为你对所有的钢铝加征25%，美国每年要进口2600多万吨的钢铁，那你美国有办法一下子自己补上这个产能吗？如果没有的话，你还是一样要从国外进口，那就是让你的整个建筑成本，然后这些钢制品成本大幅提升嘛。那我也觉得很奇怪，我们对这件事情，我没有看到我们政府有任何反应。为什么？我们每年销那个美国钢铝才40-50亿美金呢？那川普第一任的时候已经对我们加25%关税，那现在又要再来25%，那我们还有竞争力吗？那政府怎么都没有任何反应？人家其他几个国家虽然也不过是叫一叫，好歹有叫一叫，我们是连叫都懒得叫，是吧？反正就是逆来顺受，就直接就躺平在那边吗？这政府也太不负责任了一点吧。那老实讲，川普我现在不知道，也许他都只是测试，因为大家也看到了嘛，他喊出来之后，搞不好到最后1秒钟又收回去了，可能又换另外的决策，所以他到底是认真的还是在试探，真的不晓得。可是如果他在任内一直不断的进行这种东西其实我真的认为他的盟友就算不是完全对美国失去信心，至少对川普会增加很多戒心。
那在这个时候，你美国还能够领导你这些盟友吗？恐怕你很多事情在国际上你就做不成了。那我觉得像这2天最好笑的就是，美国国会议员还在说要支持台湾加入 WHO。哦，他们提案，对，提案，对。你美国自己都退出了，你在讲什么啊？你不觉得美国人有毛病吗？他可能还没搞清楚状况。对啊，我都不知道美国人到底在干嘛。你自己都退出，你叫我们加入，这到底是怎样？你怎么会有影响力呢？我真的搞不懂到底在说什么。那这个杜鲁道讲的这个是事实啊，因为川普也证实了他的话，他真的是想要兼并加拿大。我觉得这个态度如果是真心的，这个事情非常大。美国要变成帝国主义侵略国家吗？他打算变成这样子吗？这样子，美国从一战以来的整个形象就要完全破灭掉了。那川普要这样搞，其实我看习近平跟普丁会笑得非常开心了。那至于马斯克，我必须讲，因为他本来就是个狂人，然后他也没有管什么后果，就这样硬砍下去。我老实说，反弹立刻会迅速而且非常粗暴的回应回来。对，这是非常明显，这绝对闪不掉，因为你是在断人家的生路，你断人家生路，人家怎么可能不跟你拼命？所以他真的要很小心了哦。保镖多请几个，保镖多请几个，他这么有钱，他应该有这个钱可以去维护他自己的人身安全。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中国大陆。中国大陆过去的这个城市经济排行榜哦，我们都说北上广深哦，大家看到呢，那就是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可是现在这个排名悄悄的起了变化，现在变成了北上渝深哦。渝是什么？就是重庆哦。那我们爬梳了一下哦，重庆现在在2024年，也就是这个去年，以3兆2193.15亿人民币的 GDP 总量超越了广州哦，成为中国第4大经济城。那内容是什么呢？原来它全力发展电动车的产业，所以它的 GDP 的增长的速度啊，比起其他城市啊，快非常多。来看看去年重庆汽车哦，它年产量就达到了254万哦，同比增加了将近10%哦，所以在中国大陆也是一枝独秀。而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数字也是吓死人，每1分钟就有2台车被做出来在这个流水线上，所以重庆的这些电动车、新能源车，它的超级工厂，很多人都在看有多先进。透过我们的画面，你可以看到，这是位于重庆两江新区的汽车超级工厂。说是拥有超过1000台的智慧化设备哦，在这条流水线，也就是生产线上面呢，全部都是采用 AI 智慧检测系统，因为全自动，全部是 AI 化，所以呢不需要人工，也很快哦。这个就是它可以这么快做出这么多的电动车的原因。而另外呢，包括呢比亚迪的这个重庆电池工厂哦。大家可能有一些人就去看了看到它的是99%以上都是自动化的设施。那另外呢，比亚迪大家也都知道耳熟能详了它2024年全球的销量已经超越了特斯拉，成为全球电动车的霸主。另外一个品牌，观众朋友可能对它的印象是手机啦、小的家电啦，可是它现在也插足进去了这个所谓的汽车业这个当然我们说的是电动汽车。我们来看看，这是小米的汽车超级工厂，现在也变成网红的打卡圣地包括你看到北京的新地标就叫做小米的汽车工厂说是当地也是一体化的这样子的一个环节跟自动的运转啦所以呢，也变成很多这个网友去进香拍照打卡在不断的传播出去。目前销往全中国大陆各地的小米 SU7 都是在这里生产的，也是一样非常惊人，每76秒就有一台新的车被制作完成。另外呢，在过年期间大家在热烈讨论的 DeepSeek 又有新的突破，说是中国的车厂呢，现在跟它深度结合，就是在电动车上面，这个智能的车子上面也跟 DeepSeek 一起来融合在一起，包括吉利汽车率先宣布。那另外我们看到极客蓝图也跟进了，而另外我们看到这一位女士叫李飞飞，她是华裔的美籍 AI 教母的知名科学家她
发表了论文，成功的降低复刻 DeepSeek。R1 推理模型的成本，所以现在大家都在 AI 的产业上面精益求精哦。毕竟呢，这是未来可能未来世代的这个重中之重。而另外我们看到，包括上海的 AI 产业规模，去年已经突破了1.8亿兆，年增是7%。那像您看到这一个图片哦，这个是浙江杭州大学的这个所谓浙江大学的杭州国际科创中心推出来的。荧幕上导播让我们看到的画面是4只脚的机器人，叫做黑豹，它可以稳定的跑出超过每秒10公尺的速度，跟100公尺短跑运动员的最快奔跑速度非常接近哦。这个也变成了现在在 AI 界或者是大家都在研究的一个所谓新的一个标的物。另外，摩根史坦利人形机器人产业链100强公布，据说有63%都是中国的企业。而另外呢，苹果对于中国市场它也不放弃，说是最近可能向开发者发送了一个邮件，说是苹果 AI 要上线了哦，所以他要抢这个市场。来，我们请教亮哥。我这 AI， 因为中国大陆本来就偏实用面嘛，所以就牵涉到它的应用场景怎么做结合啊。比如说我所了解的 DeepSeek 事实上上市大概不到2个礼拜吧，目前中国3大电信已经跟它结合了。哦，这么快？然后这几天传出来的是汽车公司，对，就好几家，好几吉利先，不止，现在大概有10几家了哦，都跟他签了啊。极客，听说用了 DeepSeek 的智能车，它的反应就比原来的还更快，那原来就有点卡卡了这样啊。那事实上还会运用在非常多面啊，就是因为他就等着就领授权金就是了。哦，那就赚翻了哎。不是，这个本来就是这样啊，因为他做第一个嘛，而且有很多家也开始跟进啊。可是这个叫做领先优势，对，比如说昨天宣布 Kimi 宣布1.5K 了啊，那我也去 try 了一下哈，它可以用图形辨识哦，啊，它有一些小新功能，可是它的知名度当然跟 DeepSeek 就不能比了，当然，那这个一样啊，就好像美国都是买英伟达的 GPU 啊，是买这个 AMD 的还是比较少啊，就是这样啊。那我认为它的领域会不断的扩大了，因为本来黄仁勋在香港大学科技大学他就讲过嘛，说中国大陆会是机电 AI 最大的市场，那他主要讲的就是机器人跟电动车，所以这2块 DeepSeek 一定会全面介入了。比如说你刚刚讲那个机器人可以跑很快，那一定有用到人工智能嘛？这家还是在实验阶段。央视春晚那个是语数科技。你说扭秧歌那个吗？哎，对，那个它的机器狗跟人形机器人，对，它的价格大概只有美国不到1/3哦。然后现在市占率大概也有全世界60%左右。所以我觉得就是慢慢就冒出来了啦，实际上今天《华尔街日报》还登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的生物科技，因为它用人工智能演算，结果它比美国要制新药速度还要更快。那很吓人呢。那全球生物科技现在的制药量，中国已经冲到30%，这是《华尔街日报》今天的报道。所以我跟你讲，会在哪一个领域爆发？不知道，没有人能够预测。那很可怕。就表示说它是一个全领域的都用得上啊，那只是说那个应用场景，谁能够立刻把它接上？而且很难想象到底谁你去想 DeepSeek 才出来多久？2个礼拜啊。现在我刚刚已经跟你讲，那个电信、汽车都接上了嘛。对。那后续一定会有更多嘛？是。因为生活的方方面面，你可能都用得到了。所以我那天事实上也问了 DeepSeek 说，请问你的应用面有多少？你直接问他。他写了2页。他写了2页给我。哇哦，好，极具参考价值。对。好，我们进一下广告。
好，说到中国大陆的城市经济，重庆最近是崛起了，为了什么呢？汽车。哦，我觉得重庆啊，第一个，它的土地面积就已经是台湾的2倍多了，哦，太大了。我们讲说四川当时这个把重庆独立出来啊，就等于把东半部一大半都拿出来了。所以你看看重庆的人口就比台湾多，唯一超过3000万，土地是台湾的2倍，怎么可能会比台湾就是台湾的汽车大概一年销售啊？我们讲，我们购买大概不到50万辆嘛，但是45万辆，但他们你看，他们重庆就可以自己就制造这么多200多辆，所以基本上你就看到有经济规模，真的是，现在台湾面临的就是明明本来对岸是一个很大的市场，对我们来讲，我不管是你的软实力，我们的这个戏剧也好，如果你把大陆华人市场都算进来。那你的规模是很大的，可是我们把它切断以后，我们就是不符合经济规模。那包括我们的这个一些小而美的作品，我相信每个人都喜欢在有更大的一个市场。包括譬如说我做非洲研究，我在台湾能够卖5本书，我觉得很了不起。可是北京就有100个非洲专家，是啊，所以你就知道，就是市场大。就是人口多，那就是有这样的实力，那也会有这么多人敢投资，包括我们后面讲的这些高科技 DeepSeek 这些都是一样。我今天他投资的还算少的，如果有人投资更多，那不是获利会更大？那我最后还是要讲一下，我觉得这些中国创造出这一方面高科技的一些平价的这个产品之后，就是叫做科技民主化。终于这些第三世界国家，你看过去为了要争取拿到美国的一些或者欧美的一些科技也好，或者一些专利也好，要花多少钱？可是大陆给他们的这些价格，就是我们讲说是比较平民化的。是这个真的以后未来这个科技上面的发展，我们很难想象。来，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来关注全世界的 AI 发展。其实我觉得，你看大陆每隔一阵子，你就会发觉他们一下子又好像抢先一步，然后包括整个不管是大规模的全自动化生产也好，或者在 AI 的进程也好，就一路在发展当中。那可是你反观美国，去年的时候还在吵什么？还在吵这些美国的工人在吵说，我们要反对全自动化，我们坚持要有员工，而且人工，而且不准再往自动化向发展。那如果长此以往的话，那美国的产业是怎么会去能够竞争过中国大陆呢？我觉得这是美国人自己要去省思的。那当然，中国大陆它这样子也会面临很大的困难，因为它这么快的时间就转型了，它的人力一下子会多出来这么多，实际上对它的整个社会一定也会造成冲击。那这个就是大陆政府自己要赶快去面对，怎么样去协助人民转型，让他们能够生活顾好。所以这个时代的竞争越来越激烈，而且变化越来越快速。我每次看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对台湾感到很忧心。我们台湾好像很多东西都牛步化，而且好像在很多方面，包括 AI， 包括这种整个这种科技的进程，好像远远落后于世界。有时候看了真的觉得蛮可怕。那包括 DeepSeek 这个东西，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很正向的发展啊。你说你很便宜，你说你用很低的成本就可以做成这件事，那现在这个 AI 叫我们出来，我用一下子我就马上应用你，然后我用更便宜的方式可以做出来，这不就是我们要的东西吗？大家互相这样进步啊！其实我希望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台湾有一个人是这样跳出来说，那个 DeepSeek， 我马上应用它，然后发展出来建构我自己的模型之后，我们用更便宜的，然后让它更快速。对，这样子对台湾来讲不是一个很正向的发展。我们有人跳出来说不准用。是啊，那不是很好笑啊？然后我们的每一个都在那边以怎么样绕过它去问一些敏感词为乐。对啊，这你不觉得？这个就很 low 吗？就强调说他政治审查，是啊，对。然后你看现在人家那个机器人，光他那4只脚已经可以跑得跟那个100米短跑选手一样快，那这还只是发展到现在而已。我相信再过几年他应该是跑到所有人都追不上。那你要知道这个东西一旦应用在战场上有多可怕，对啊，你人完全不是他的对手，基本上就是任他宰割。那人家在发展这种东西，那我们呢？
我们难道还要学印度一样，后面跟着一个人拿个遥控器，这样慢慢的？我们在摆摊罢了。我们要做主权 AI。对对啊，所以我真的觉得什么是主权 AI，我到现在没搞懂。我不知道赖清德可能很高深莫测，所以你看到人家一直这样在进步的时候，你真的会很忧心啊很着急。我们到底要怎么样还能够立足在这个世界上？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节目现场，我是钱子，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大家平安。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以及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真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来看看呢，此刻在总统府赖总统召集了5院的院长，正在做院际协商。预计等一下可能他们就会出来。那包括卓荣泰会开记者会。不过我们来看看下午3点钟的时候，透过总统府的直播画面看到萧美琴也来了，还有5院的院长以及代理院长，大家抡起拳头说要一起面对国际挑战台湾要团结一致。我们看到赖清德说五指并拢才有力量，并且台湾面对着中国的文攻武吓、统战渗透的威胁所以某种程度呢，我们来看看呢，包括如果协商网友就讲了，如果协商今天看起来气氛不好，甚至是破裂的话或者是有分歧的话，是不是说有人是中共同路人？毕竟其他5院院长其他4院院长某种程度都是由总统提名的嘛，那只有立法院院长代表民意代表可能在野，比较像是在野这边的势力所以是不是有可能是一场阴谋呢？于是有人就说这是一场鸿门宴。另外这个大罢免如火如荼的都还在进行当中。我们看到艺文界，看到很多的作家今天发起了联署，包括杨双子、9把刀都加入说是超过200名台湾文学的作家联署支持罢免不适任立委。可是你点进去一看，他们所谓的不适任立委，大概把矛头都指向蓝营的立法委员那还有呢，包括一些蓝营过去的青年军也被策反成功了吗？这一位先生他叫做高阳凯过去呢也被这个国民党提名过，参选台北市议员，后来落选了。那现在是被吸收了吗？还是被策反了呢？他投入绿营罢免赖士葆的一个行动。那很多的这个大罢免活动呢，中选会告诉我们，已经收到34案是罢免蓝委蓝营这边的，拿到14案是罢免绿委的，看起来两边的数字有落差我们看到罢免团体呢，或者所谓民间团体比较高调的，还是来自于绿营这一边。那想要罢免这些蓝营的立法委员，是不是有人被查水表？因为他们不断的散发这样的讯息说，我在花莲想要罢免傅昆萁可是有官方违法介入那这个检方也非常积极说，我们接到了，我们会分案调查。包括台中江启臣的罢免团体也在说，我们被盯梢了，我们被围殴了，说是红黑派当地这个红黑派的人出来护少主讲的就是江启臣说是红黑派的少主。那这是真的假的？假假真真，真真假假，这也是讯息战的一环说是现在有一些民怨，尤其是年轻朋友中间出来一个民怨，就是 NCC 现在要收一个规费。就是如果你网购国外的一些3C 的产品，特别是有连接到 WiFi 的产品，像是无线滑鼠啦、平板啦、无线的蓝牙耳机这一些你只要从国外网购进来，就要加一个750块的规费你想想看，这个滑鼠可能才500块，你要被加一个750块的规费，那就变成1220块1250块所以很多的年轻朋友现在在网络上面提起一些所谓联署或者是发出一些声音是不是会撼动到一些年轻选票？所以我们看到绿营积极出来做一些解释。我们先来看 PTT 上面年轻朋友说，750块你收这个钱是收哪一国的钱到底是为哪桩说是检验，那你检验报告也要给我NCC你收750，可是没有给你任何的检验报告，这样对吗？这是在抢钱吗？民进党团很重视因为毕竟都是年轻人，所以积极
赴行政院来反映民意，包括吴思瑶就讲说，他已经收到好多年轻世代3C 族群的意见哦，因为可能会影响到选举吧，我猜，所以他们要好好的来磋商讨论。所以 NCC 呀、也急急如律令的说，好哦，我们会启动内部检讨哦，会把暂缓施行列为选项之一。只有对选票有影响，民进党才会怕哦。如果这个是比较中老年人，可能他们也不会这么快的有回应。另外，我们再来看看蓝营在立法院的回击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今天朱立伦主席或者是民进党党团已经说了，他们会把这个重点放在新的会期，重点放在民生法案。果不其然，我们看到蓝营的新会期抛出了核能研议这样的议题说是要解决我们现在的能源上面的一些可能短处或者是这个不足。而另外呢，劳工很在意放假要还给劳工7天的假蓝营说要拼本会期闯关，这有没有用呢？来请教亮哥。这个五院协商在宪法的地位，它并没有决策效力，所以会不会有结果也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因为大家都知道嘛，目前的矛盾是在政党竞争嘛，那你政党竞争正本清源，简单讲就是你要去见朱立伦嘛，而且我们立法院，我当了10年立委，立法院是合议制啊。立法院长哪有办法影响立委投票？那图一个气氛和谐好不好？那你就不要把罢免取消嘛。你一定要团结一致对外，要图个和解的氛围，那一方面拿刀要捅人，这算什么？罢免等于是要消灭一个立委的政治生命，有这个比这个更刺激的吗？有比这个更对立的吗？所以我觉得玩这一种没有实质意义的东西，坦白说了，这个我们政治学出身的都觉得你根本就在作秀了，因为真的就是面对的就是政党矛盾嘛，然后你是行政权的代表，那人家是立法权的多数，你们没到现在为止，你已经上台快7个多月了，你还没有拜访过在野党的主席，包括朱立伦，包括黄国昌。这个才是根本问题嘛！我跟你讲，我一直讲过，跟赖清德最像的处境是陈水扁，不是蔡英文，人家蔡英文立委过半，完全执政，对，所以蔡英文完全没有你的问题，你的问题只有陈水扁的类比，你去好好研究一下陈水扁2000年他第1年执政，人家所做的努力，好不好？他去拜访党主席啊，他甚至去。那是军队国家化第1年，他甚至还去拜访上将，大家记不记得？对不对？那后来甚至也去拜访立法院院长，连国民党的立法院党团他都见了。请问你赖清德做了什么努力啊？你那个柯建铭难道跟党主席无关吗？直到现在，民进党中央还不认，说这罢免跟他有关。那我随便举个例子啊，今天苏巧慧在新北第1阶段送进去之后，就立刻表态要全面动员，第2阶段就要全面动员联署，那你都没有意见啊？有人这样当党主席的？我讲白了就是你怕输嘛。如果罢免输了，党主席要不要下台？因为这个摆明就是民进党搞的嘛。他这个人又侥幸。希望罢免能够有所得，那万一不幸罢免输了，他还不想下台，就说不是我发动的哦，谁相信啊？柯建铭哦，柯建铭能够影响4亿元？柯建铭能够影响4亿元吗？对不起啊，现在在各地热烈在响应罢免的，都是明年要参选的4亿元或者是候选人，比如说你刚刚提到高阳凯，高阳凯为什么在动？因为他明年要选嘛，那他刚投入绿营嘛，所以我觉得不要骗大家都知道的政治常识了连游宜龙都出来讲嘛，你这个时候去劝国民党搞倒阁有什么意义？国民党现在就跟民众党加起来是多数，他倒阁要干嘛？
对啊，不然你赖清德签个切结嘛，如果倒阁，然后蓝白还是多数，行政院长让蓝白来推，你敢不敢这样签？多讲一些风凉话没用的，你知道吧？就这个就是政治权力的问题，他要包稳赢的啦。对吧？然后或者是用五院协商来凸显他高于五院嘛，搞这种形象嘛，这不要笑死人了啦！我坦白说，今天出席的，我们简单讲啦，司法院谢明阳，还有监察院的李鸿钧，他们不便表太多态啦，都是代理的啦。所以真正在讲话就卓荣泰嘛，韩国瑜嘛，不就是这些吗？那你到底要干嘛呢？考试院能表什么态？所以真正最后还是回到行政立法的矛盾，简单讲就是预算矛盾嘛。那赖清德你也不高兴嘛，没有错嘛。那这个就是政党矛盾嘛。政党矛盾正本清源，请你跟朱立伦跟黄国昌见面嘛。这个才是完真的嘛。对，即使我们要开国事会议，党主席也都是要来的啊。不然你以为一个国事会议就能取代政党主席见面啊？怎么可能呢？所以我是觉得台湾真的不要浪费时间啦，玩这个有什么用？我说韩国瑜去了现场，他一定也是讲他，不要罢免好不好？那也不会得到答案啊。你觉得他会讲这个吗？搞不好他连这个都不讲。他有可能会说，大罢免不是妨碍团结吗？他也许用诘问的语气啦，所以我是觉得这种都是浪费时间啦。真正面对问题，就是朝野的政党主席见面，大家好好谈一谈，就把它当做一个新春团拜吧。因为我看到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赖总统有送给大家一人一套礼物，里面据说是茶杯，还不错，茶杯来。第一个，我就觉得今天根本不需要送礼物啊，送礼物干什么？你们是去开会，又不是干嘛？就是搞什么礼物？那些多少钱？你不是现在没有预算吗？行政院不是春节茶点、啊，对，春节团拜茶点都没了，还送什么杯子？不用送了，这总统府送的啦。总统府预算不是也说被砍了吗？很可怜啊，对啊，所以不用送了。那赖清德讲这句话很好笑，他说啊，五院就像五根手指各有其功能，五指并拢才有力量，距离越近力量越大。抱歉，赖总统，你讲这个根本违反我们的宪政精神。五院不能并拢，五院要互相监督啊。是啊，我知道你心里头想的是五院并拢，全部都被你掌握。可是这根本违反宪政基本精神。真的，这不是最基本的 ABC 吗？是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人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讲什么，我都不晓得。他把自己的野心都暴露出来，他就是想把所有人都在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全部都逃不出他的手掌心，他才爽，就是这样。他现在在进行的所有的事情就是这件事啊，所以我真的觉得这个会谈没有意义啊。根本大家就过场，然后接下来就该罢免就去罢免，然后该发动就会发动，就是这样子而已。我们逃不过这个大罢免，所以大家就准备应战吧。那至于说，如果要指控什么查水表或什么，我建议大家立刻报警。对啊，就直接报警啊，就直接反映出来啊，有违法有违规的就抓起来嘛，就这么简单嘛。那不用去那边跟我装可怜，说什么你在寒风中去摆了多少摊子，那你家的事啊，你自己250要去摆摊，关我什么事啊？对不对？这很奇怪，在那边装什么？你不是满腔热血，你应该不觉得冷啊？对不对？他说有干扰，有干扰你就去报警，去告他，就去抓起来，就这么简单，不用去扯这些东西。其实现在对民进党眼前最大的危机就是这750，老实讲，这个750已经犯了众怒。你莫名其妙就跟人家收这750，对，而且你根本没有做任何事情，就拿人家行路来看一看，就要收人家750，而且人家还要申请登记，麻烦的要死。我觉得很简单嘛，如果你认为有哪一些射频频率会干扰到国军啊，或是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会干扰到一般的民间，你就直接列出来，有哪一些射频范围在哪一些的机具、3C 器材不准进口，不就结了吗？不然的话，你现在限制，请问一下。你也只能限制邮寄的啊，随身携带的，如果违规你也查不到。随身携带它是不收这个750的。是啊，不收750你也查不到，也不检查的。对啊，那请问一下，那我随身带进来就可以危害了，是吧？就是这样子就 OK 没问题。这到底什么逻辑？我真的看不懂。那民进党一开始嘴很硬了，现在吴思瑶会说了，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民意反扑很大，所以我相信。大概会期一开始，他们就会去处理的，应该是到最后不敢这样去做，应该不敢收，因为你这样去做，根本就是拿石头砸自己的脚。我也不知道收这750是什么意思。然后说你就算收到最后，你能收多少钱？收不了多少钱，
哎，一样收750，蛮多的哎。对，我跟你讲，对我们一般人来讲，对这些有够的年轻人来讲，当然很多。可是对国家来说，我就算给你收了10万份，也不过才7500万。其实对国家来讲根本没什么，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犯不着去做这种无聊的事啊。但是民进党如果坚持要往这个方向走，我是很乐意，你们就用力去吧。你想跟年轻人作对，你就去吧。那至于说现在蓝营想要拉回民生议题，我觉得拉回民生议题是好事啊，因为老实讲，这些立委从开始到现在就一路的抗争，大家也都累了。讲实在话，不管蓝绿都累，所以我觉得重点是关于我们民生经济重点的问题，真的大家要好好去研究一下。其实我个人，如果你要问我的意见的话，我是反对他们提出核能研议。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呢、民进党要为自己错误的政策负责，你为什么要去帮他擦屁股？就不需要帮他解套，是不是？不需要啊，要解套要他自己解套啊。民进党每一次都这样，他们做了错事，然后让蓝白去帮他解套。为什么？你做错事的人自己要去解决，自己要扛起责任啊。为什么老是在野党要帮你擦屁股？老师怎么看这个事情？我想第一个就是有关罢免的事情，我强调过好几次，我觉得我们现在川普上来变数很多，包括这个关税的议题，台湾可不可以做点正经事啊？就是我们选出来的立委应该是要关心国家，甚至监督我们的经济部到底对整个这个新的局势对我们的高科技业可能会被课税，或者要被强迫签，这些东西你们应该去做专注于这些，而不是在这个大罢免的议题上面这个走来走去。第二个，我觉得如果我们今天砍了一些这个就是我们讲说文化部的预算引起了这些作家们的反弹，可是如果砍预算按照这个道理来讲，是蛮符合我们最好朋友的这种政治诉求美国现在不是就在砍预算，就在砍这些东西然后包括什么 NCC 美国每个部门都在砍，结果我们还在那我们怎么跟美国对话呢？对啊，我们要跟上去啊！我们要跟上去嘛，对不对？我已经强调过好多次，我们已经在这个性别议题上面跟美国不对盘了，我们在环保的议题上跟美国不对盘，我们在死刑的议题上面跟美国不对盘，我们在这个尊节上面，尊节上面，我们在石化能源上面都跟美国不对盘。对性别，对，性别然后包括教科书，对美国川普反对这些，是，所以我们好不容易找到一个可以跟他对盘，结果既然你也不肯这个减少政府开支，那这个不是很糟糕吗？对，所以我还是希望我们政府去想一想，你又觉得说，哎呦，跟对岸对岸好像很大的威胁，你要靠美国，那你靠美国又不真正是靠谱一点，跟着他的这个政策方向走，而不是说，找不到一个共同价值。我每次想，台湾每天都在吹牛说跟美国有共同价值，现在我真的是打破眼镜找不到了请你们找出来一个好吗？现在本来有一个共同价值就是尊节就是省预算，结果我们执政党说不行，不能省，不能砍，不能砍预算。